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炸串都可以卖到这么贵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炸串是日本很受欢迎的一种民间小吃，它现在居然都有米其林了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我们其实今天来主要就是为了吃这一串。床前明月光，肚子饿得慌，举头望明月，还是炸串香。还有大耳挖煎，今天我是想吃一点比烧鸟更清淡，但是又比天妇罗更香一点的东西，那就只有这家了。这让我们命中注定要吃炸串。初めてです。でも以前は麻布一キいたことあります。これはコラボですか？ここも美味しいです。美味しかった。这一盘就是我们今天会吃到的食材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先是一杯解腻用的生菜叶子，看到没？这就是米其林的精髓，装就完了。然后是泡菜，我们直接跳过吧。第一串是秋葵虾肉脆饼，我觉得它这个造型其实一点都不像炸串，饼皮很薄，中间裹了虾仁跟秋葵。秋葵稍微有点黏，但和虾肉的适配度很高，吃起来是咸鲜的口感。对，就是炸馄饨。下面这一串我特别喜欢，炸的牛脸肉，第一口下去的感觉就是煮烂的牛舌，肉里面的热油一下就渗到了嘴里，基本上没什么吃感的。然后这一串是极品香菇包猪肉，这个串一口下去，上巴和下巴的口感完全不一样，挤一点臭橙会更香。咬开那层薄薄的外壳之后，就是那个油香多汁的肉馅儿，再是柔软的香菇肉，香菇的汁水和肉汁融为了一体。炸串吃的是真的香，但也是真的油，我现在就已经是油光满面了。这一是龙虾，虾头和虾胗是分开炸的，这跟天妇罗有什么区别？它这个虾头吃起来就像刚出炉的薄薄的薯片。虾身就炸得很嫩，再加上那个薄薄的面包糠，酥脆弹三种口感集为一体。好肥啊！今天的每一串都是咔滋咔滋的，包括这个鲜笋，炸鲜笋就是软中带脆，简单的调味还能激发出鲜笋本来的清甜，还不会喧宾夺主。接下来是扇贝肉，这个蘸一丁点芝麻酱就好了。咬开酥脆的外壳，里面就是弹牙的贝柱，它这个贝柱的块头有够大的，再用里面蘸一点芝麻酱，两种甜味，好开胃啊！海鲜的那种甜味就真的很治愈。接下来是蚕豆，我还以为日本人不吃这个东西呢。炸的蚕豆一个字总结就是臭香。成都人吃到这个会很开心哎。这个是亲嘴鱼肉卷小嫩葱，亲嘴鱼本来没什么味道，炸过之后就恰好衬托出了它那个肉质的鲜美。蘸一点甜酱和葱的味道更配，然后上了一碗荞麦面，还是抹茶味道，上面是山药泥和海苔丝儿。这个是芝士裹的小番茄炸的，培根的熏味还挺配芝士的奶香。这个很可爱的是小乌贼，它一口下去真的就会爆汁，就像在大海的口中化开的感觉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贵宾。最后一串压轴大鲍鱼，看上去是不是很像拿杏鲍菇在糊弄我们？但鲍鱼那种弹牙的胶质感是骗不了人的，嚼着很过瘾，但是它就只是鲍鱼的味道。虽然压轴，但并没有多惊喜，还不如最后一个甜品红豆年糕抹茶冰淇淋，炸得熟透的红豆配上稠稠的年糕，那种奶心融化的感觉是有了。指数7.5分，卡玩意儿真贵啊！我是不是又被米其林 PUA 了？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鳗鱼店有点精神，他家不仅蝉联了2年的百名店，而且还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平均下来100多年得了一次。哎，不是这样算了，总之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。反正我们今天来这家店是有原因的。据说他们家集结了日本最贵的几种鳗鱼，那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来到的是日本的入谷站，这个地方安静文艺，房子上亿，门口会写今天鳗鱼的产地，还有大将的名字。领进门之后就开始非常复杂的选鳗鱼的过程，选好鱼之后我们还得等40分钟。但是，心急吃不了热鳗，開始吧。この刺身みたいなうなぎの3点盛りで1つお願いします。他のなんか単品のおすすめとか。大体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家没有小菜，非常的实在。第一个前菜就是鳗鱼天妇罗。你们听咬下去的这个声音就知道它有多脆了。它是怎么把面粉涂得这么薄的呀？很厚一片，里面白嫩的鳗鱼肉嚼起来甚至像山竹肉，撒一点薄盐就很好吃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我觉得跟鳗鱼最搭的一个菜，鳗鱼厚蛋烧，里面的鳗鱼很肥很嫩。一口下去咬的鸡蛋平平无奇，但是当你把鳗鱼汁嚼出来之后，吃起来会有浓郁的鳗鱼的脂肪香和油香，就你们懂吗？鳗鱼的香味会渗透到鸡蛋的每一个缝隙。它那个酱会显得鸡蛋特别甜。对，鳗鱼，这是鳗鱼西京烧，吃起来感觉就是干煸鳗鱼，它煸得又香又甜。这个是用鳗鱼的肚子肉卷的香菇，鳗鱼香再加上菌类的特殊香气啊。鳗鱼里面的费列罗说的就是这个。白烧鳗鱼其实很多店都有，其实就是最原汁原味的鳗鱼烧。最后一个前菜是黄瓜鳗鱼，2个字形容就是清爽。黄瓜保留着清脆的口感和清甜的味道，正好可以中和鳗鱼的油脂。黄瓜负责给鳗鱼解腻，鳗鱼负责给黄瓜香气，这也就是完美的 CP 啊。最后终于到我们的鳗鱼饭了，我们点的是2种鳗，一种叫幻制鳗鱼，一种是河酱鳗鱼。我们先吃这个幻制鳗，看到这个焦褐感的吗？它的特点是骨头比较多，脂肪也没有那么丰富，但是它不管怎么烤都有非常明显的鳗鱼味，而且能够吃到鱼肉的鲜味感和弹性十足的肉质。用渗到下面的酱汁拌着米饭吃，浓郁又不怎么黏腻。河酱鳗鱼就不一样了，它就是一条肥鱼，它不仅脂肪多，而且外焦里嫩，在嘴巴里面破皮之后爆汁的那个感觉。脂肪就是治愈人的原因。筷子轻轻一夹，它就断开了。所以这种烤的东西还是要吃油多的。最后来口汤解腻，汤里都是炭火的气息。来这种100年老店吃饭，有些时候就觉得吃的不是美食，是传承的手艺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
百名店，它是日本根据网友的评分和投票选出来的100家好店，它不一定贵，但一定是有某些优点的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就是靠味道取胜，真不错呀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来的是日本的学艺大学站，这个地方它非常的有精神，感觉这有很多的帅哥和美女，但是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这种犯猪瘾的人，还是不要说那么多废话比较好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等一下，原来卖票机里面真的有人来日本2年了，第一次看到。到了。すみません。さっき電話したのレオです。2名で。他家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居酒屋，3个大酱，10张嗷嗷待哺的嘴，点了我妈咖啡套餐。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是酱油毛豆，突然很想念成都的冷淡杯。第二个小菜一端上来，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它这个居然是番茄加生姜，它俩组合起来是不是感觉没什么道理？酸咸的姜片让番茄的清香更浓郁了，很像我妈做的糖拌番茄。今天的第一串是烤鸡翅，烧鸟店一般会为了把鸡翅烤得更均匀，还有方便啃，就会像这样切开烤。又到了我们最开心的吃鸡翅的时间。你光是把它的骨头扯下来，就能看到里面发光的油水。当牙齿刚刚穿过那层酥脆的鸡皮，舌头就已经尝到了焦香，是附着在上面炭火的味道。油水和焦香混合在一起，还有点粘嘴，甚至有点像死去的鸡翅突然开始亲吻你的嘴唇。嘿，下一串是我们的老朋友鸡脖子肉，看这个油亮的侧面，非常的优秀。一口下去，那个弹滑的肉筋和里面挤出的肉汁，一瞬间撑满你的整个口腔。此时此刻，别人是人生赢家，我就是烧鸟赢家。这串接下来鸡楚宫鸡胸肉，它用的是鸡的小胸肉，烤出来之后白嫩中透着一点粉红，但是不要被那个外表所欺骗，肉虽然真的超嫩，好啊，但是小心芥末把脑鳞盖冲开。接着是油脂大户鸡屁股，这一串就很考师傅手艺了，应该是先用高温烤的，这个皮又薄又脆。鸡油爆珠，果然这种热量高的串吃起来就很满足。接下来这串鸡腿肉还挺有来头的，这种鸡叫卡西蛙，它的脂肪更多，嚼起来的那股油香更浓烈，肉汁也更多，所以特别适合用炭火烤。这个就是被称为日本最高等的鸡肉。我发现在日本就是脂肪越多的动物等级越高，我想应该没人能拒绝得了这串。接下来鹌鹑蛋，这个其实和国内吃起来很像，外面的蛋白又弹又脆，必须撒一点海椒面，里面还是溏心的，怎么有点像在吃鹅肝慕斯。这个叫心管，它的特点是特别入味，所以师傅烤的是甜酱，酱汁会钻进它的每个褶皱里面，有点像把鹅肠卷起来烤，但是又很有弹性。然后是鸡心，他们家是把鸡心剖开来烤，所以我们这次很遗憾喝不到里面的鸡汤了，吃起来酱香浓郁，又保留了鸡心原本的一丢丢腥味，恰到好处的甜味。最后一个串是鸡肝，居然放到了最后，我现在形容它真的很厚实，内心是一点夹生的，微甜的生肝加上那个腥味，再配上这个甜酱，半熟鸡肝真的是怎么都好吃。最后的主食没有想到吧？烧鸟冬啊，鹌鹑蛋、香菇和那个小青椒。轮大酱真的觉得我们太能吃了。我发明了新菜蛋碗轮破，关键是吃完这碗饭，还有一碗中华寿把，这碗面很适合半夜来一碗，这一口热汤下肚，把之前烧鸟的油腻都化解了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顿特别值，果然还是这种传统居酒屋有人情味。垃圾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好撑啊！今天我震惊了，原来在家里烤和牛可以这么好吃，感觉自己在外面被骗了很多钱。你们看看过去的账单，什么玩意儿？不过说回来，日本人敢把和牛卖这么贵，还不是仗着只有他们的卖，气死我了！正好最近很多餐厅都关门了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哼，今天我们就是要自己做，让这些餐厅都倒闭。锄禾日当午，烤肉最靠谱。吃烤肉首先需要一只柴犬，然后再是买和牛。超市的和牛分有很多种，买这种 A5 的就可以了，稀少部位也不错，价格在100块一盘，比外边便宜多了。结账的时候买了这么多，到家了先别慌，给锅刷上油，接着轻轻的铺上一片厚切的和牛牛舌。你们看这个粉嫩的感觉，它就是劲道与绵柔的化身。烤到这种边缘微微卷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味道最好的。千万不要烤得全熟，那样就会很硬。这个也是我在烤肉店偷学的，呵呵。然后是这种寿喜烧的肉，烤肉店一般没有，但是它烤起来真的很好吃，滋啦滋啦的，烤了差不多7分就可以了。这种油多的肉铺在米饭上最合适了。自制和牛卷，哦，真的很好吃哦！我发现还好有真快乐 APP， 才能让我这种厨艺小白快速获得了做米其林菜单超能力的厨具。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在餐厅里经常看到的一个菜——和牛寿司。好的餐厅一般会用牛的腋下这个部位，因为这个部位特别柔嫩，它带着淡淡的肉香，不会喧宾夺主，也就不用担心它会盖过寿司米的酸甜。哇！其实你们也可以来真快乐挖掘超能。我们继续下肉，这一块是稀少部位，牛的上腹肉。资料上面说这块肉脂肪比较少，但是和牛的脂肪也不会少到哪儿去，它的肌肉纤维很短，这个我建议是后切。啊，这个巨甜哦！这种弹牙的肥肉谁不爱呢？然后我们再来还原一道菜，就是和牛三明治，它必须得用上等的里脊肉，烤好之后叠在三明治上面，它现在都可以挤出肉汁来，切开之后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肥肉。真的好扎实哦！但我发现比起里脊肉，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肥肥的牛腹肉，因为牛腹肉在嘴巴里面咀嚼2-3次之后，那种油脂和肉汁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太上头了。再塞一大块米饭，最后一定还要尝试这种牛肩肉，我们稍微腌了一下，4个字形容就是滑嫩紧实。我看老美那边有人喜欢在肉上面加薯片，我们也来试试。我们选的是玉米黄油味的薯片，怎么跟你是一个色呀？
很韧，这种又脆又韧的感觉一定要尝试。蒜片的平替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7.5分，好快乐呀，卡玩意儿！我的妈呀，今天这家烤肉店真的太有精神了。对不起，阿基悄悄退出了刘畊宏老师的直播间。同样都是日本最贵的和牛，为什么他家就可以这么好吃？哇，这一口下去，哇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要吃到了，我的妈呀！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宿。我们又是一样的画面。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おしゃれ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有一种高级的感觉。我们开始吧。前菜是竹笋、花生芦笋，还有孜然土豆丝儿，这也太有精神了，根本没人想吃。好难吃啊！我们今天直接跳过前菜吧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盘烤肉，长条薄切牛舌。它切这么长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卷着别的东西吃。这次搭配的是小嫩葱，嫩葱那种细碎的齿感，再配上薄切牛舌那种又软嫩又弹牙的质感，就是不仅嚼起来很开心，而且嫩葱刚好又调带了牛舌的那股油脂味，好吃。接下来这个是熟悉又陌生的逃不掉的生肉环节，还好只是一块寿司，寿司就会显得生肉合情合理。它是贝柱加上生和牛。还有它的寿司哎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这个部位还有个叫法叫心头肉。我发现他们家的每一个菜都像一个单独的小摆件。横膈膜肉就是口感特别细腻，它那个柔软程度就像在吃一块肉感十足的棉花，再配上一点他家的秘制柚子酱。它不像普通和牛那样一下就化开，而是很有嚼头的那种，而且还有一种和牛脂肪的奶香，真的很绝。接下来是后切牛舌，用的也是牛舌舌根的位置。它烤的时候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让我心里真的很痒。厨师夹起来的一瞬间，你都能闻到空气中的牛舌味。还是怎么做到表皮是脆的，但里面是生软的状态？好肥啊，好爽啊，好香啊！它这个嚼起来就是比内脏要柔软，但又比肥肠有嚼劲。当还在回味这块牛舌的时候，服务员趁我不注意，一盘生肉悄悄端了上来。我发现这种高级烤肉店的套路就是分量不够，生肉来凑，真的是商场如战场。好啦，说回刚才这盘生肉，它用的是那种很肥的碎肉，它没有任何的蘸料，就是直接这样吃的。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甜味。接下来这个就是今天的极品牛肩肉的寿喜烧，烤好之后会和他们家的秘制甜酱放在一块儿，它这个酱是那种酱油风味的照烧酱。好甜好鲜啊！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味道和咸甜的酱汁加在一块儿，送进嘴里就是弹牙爆汁。接着是一块油煎里脊肉和薄薄的2片黑松露。煎的里脊肉虽然很软，但是它特别油腻，进嘴的一瞬间就是黑松露的汽油味，就是汽油牛排。哇，我们的老敌人长命百岁草。算了，我不想活到150了。然后是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后切上等里脊。这块肉你一口还真塞不下，看上去很难嚼，但因为雪花很多，轻轻一咬就能下来。果然里脊肉还是要烤出来才会有那个嚼劲，因为本来就很肥了。最后的烤肉是和牛寿司烤肉，先用烤好的牛腿肉裹满酱汁，然后再把蛋黄戳破，最后连肉带饭一块裹进去。哇，那股蛋液的香味马上就能和酱料交织在一块儿。哇！再加上和牛那个鲜味，直接炫到你的天灵盖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真满足。当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要不我就请你吃烧鸟吧。今天肯定又会有人说啊，你怎么又来吃烧鸟？那还能因为什么？我太馋了。这个鸡年龄肯定很小。为了吃今天这家店，我们又连夜来到了热情好客的大阪。咱们就是说大阪这个城市为什么那么多烧鸟店？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。到了啊，火锅ですよね。第一个菜是这个方盒子。它是一个擦手布，它入口即化，它鲜嫩多汁。这什么啊？无语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是鱼子鲍鱼，真奢侈。这个是油菜吗？感觉好久没吃到过了。鲍鱼再配上一点鱼子，好腥啊！接着是前菜大拼盘，一碗芥末小鱿鱼，还有一碗像鼻涕一样的透明带鱼，一小碗海胆豆腐脑，居然是甜口的，还有一小块鲷鱼烧。然后我们今天的师傅真的很赶，第一串马上就端上来，平平无奇的半熟鸡胸肉，却给我们上了一盘印度辣椒粉，这个辣度比六婆变态多了，直冲天灵盖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鸡肉团子，非常的嚣张，没有任何配菜，但是我一口下去，牙齿都能感受到里面鸡肉的细腻，而且当你慢慢咀嚼它的时候，那个肉汁和孜然香在嘴巴里面反复回旋，里面还有一些脆骨粒，腌制过的肉香会直冲你的鼻腔。这个应该是最近得分最高的一串。下一串是鸡脖子肉，一口下去你就能吃出来这个鸡生前应该经常做脖颈运动，肉嫩爽弹，它像鸡脚筋和鸡腿肉的结合，就是肉中带筋，筋中带肉，让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初吻啊！接下来这盘菜叫长命百岁，活到150，再来一串整整齐齐的鸡心，这一串也烤得特别好，血管的部分已经烤得焦脆，你不仅能吃到肉的弹性，还能吃到鸡心爆汁的回甘。怎么说呢？大概就是汁水炸裂，灌汤鸡心说的就是它。这个是全鸡上下脂肪最充沛的地方，它的屁股破开焦脆的外壳，里面就是一块极其肉厚的固体脂肪等着你，是一只幸福的鸡呢。接下来是鹌鹑蛋，师傅说每个蛋的火候都不一样，最上面那颗是糖心，中间是半熟，下面是7分熟，然后因为它是卤过的，就特别入味。但是下一串是鸭肉，我真的栓 Q， 但我也因此发现烤鸭肉很像那种嚼不烂的牛蹄筋，看着很香，但是最后无奈也只能直接吞进去。下一串也是常驻嘉宾烤鸡翅，其实我吃烧鸟并不喜欢吃有骨头的，但是每次啃鸡翅的时候我就很兴奋，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太丰富了，又脆又有嚼头的鸡翅皮和别的部位的鸡皮完全不一样，有炭火气息的鸡皮和鲜嫩多汁的翅膀肉
肉组合在一起，哇，那个真的太绝了！而且骨头上面的肉越啃越香，嗦骨头特上头。这个鸡肝看着就有酱香十足，咬破皮之后就是那种绵绵沙沙的内脏的甜味儿，这种叫什么？像是沙沙的空气感，生软的力道，里面就像那个稀泥一样。接下来是一盘金色炸鸡，它的外壳非常的蓬松酥脆，表面上那一层薄薄的面粉。它肉上还挂着油脂的鲜美，主要是这个油一点都不会觉得腻。但是烤饭团这种东西，我是真的有点不太理解，吃起来像是煲仔饭最外面那层锅巴，不过里面咬开之后还是冒着热气。吃了这么多，再来一个日式小火锅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好了，今天的分量也是吃到天灵盖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好玩呀！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烤肉吧？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很贵的牛叫和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这么嚣张吗？是因为装逼吗？还是因为这种肉基本上不出口？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哇，在光下面真的是透明的。哎，今天我们就找了一家日本最大美食评分网站，目前排名第2的和牛烤肉店，没选第一是因为第一根本约不上，就很嚣张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四谷站富人区啊，怎么又是富人区？东京的富人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除了我家附近都是富人区吗？就连酒店的用量都非常奢侈呢。无语。6期。好远啊！窗边的位子，假装自己很有钱。2位主厨，不过他们只负责切肉，烤肉是3位老师轮流帮我们烤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看着就让人很生气啊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多盛一点店会垮吗？真的就只有一勺，碗里就没了。一坨生肉，然后给你加了一点奶油，像极了我妈咖啡的感觉。哎，人家本来就是，这个是每家高级烤肉店都逃不了的生肉环节。它是香油照烧，用的是瘦肉比较多的部位，一点蛋液再配上一点甜酱汁，淡淡的回甘让你瞬间开胃。第一盘烤肉就是他们家的至高推荐，幻之牛舌，这2片很厚的就是舌根肉。和牛有个特点就是肉特别粉嫩，因为脂肪太多了，烤到这种微微有一点卷的时候就是最嫩的。你如果从中间切开的话，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软嫩的部分。哇！里面那一块肉真的像果冻一样，它嚼起来其实有点像菌干，但它又比菌干更弹，因为它里面像果冻或者龟苓膏的那种口感，挤上一点柠檬，这种爽脆弹牙的感觉真的可以治愈人。这2张薄切的就是舌尖肉，虽然不能说薄如蝉翼，但也是薄如蝉翼他徒弟了。这一块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韧，就你可以嚼很久。看起来比较烂的这2坨是舌头下面的那块连接肉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是筋，没什么肉，胆固醇味道特别重。但它却意外的在嘴巴里面飙汁，这个是吃到现在最有炭火味道的，因为它全是脂肪。接下来这2片就是和牛本牛了，烤的时间非常短，每一面可能就只烤1-2秒，然后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特别爽，虽然不是说晶莹剔透，但是你看这个油光，所以它才叫双酱和牛。而且这种7分熟一进嘴，你就能直观的感觉到它的好坏，真的巨甜。接着是2块很豪横的横膈膜肉，你们看它翻过来的时候，前有绝景，美拉德反应让空气中都弥漫着和牛的香味。我发现高级烤肉店的肉就是它怎么烤都很好看，配上一丁点山葵，就是不辣的芥末，它入口绵软多汁的口感中还带着些许奶香，山葵又能让奶香中透露出隐隐约约草地的味道，贼高级。接下来是2片牛肩肉，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用相机给你们拍。哎，我反正不信。3、2、1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其实还是惊了一下，这个肉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？蘸一点点酱油，只是为了提鲜哈。再来2片牛肩肉的背面，这2片就是既有弹性的肉，又有丰富的脂肪，加起来看同样也是一幅画。接着还有很多内脏端上来，最后每人还会有2碗味道不同的和牛盖浇饭，太夸张了这个分量。所以你会不会让你的对象带你来这家店？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看。哎，是不是在大家的印象里面，在日本只要是个烧鸟店就会有提灯这个菜啊？但其实大部分烧鸟店是没有这个菜的。假提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内这么火。而且我最近总感觉因为太过于追求提灯而忽略了很多好店。这个菜不比米其林好吃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阿健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在日本生活就是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哎，就吃烧鸟吧。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叫四谷，你的名字的取景地其实有点像成都的桐梓林。这个地方藏了好多小店啊，哇，是一条幸福的街区呢。我们今天去的就是这家，有点温馨。我们开始吧。等等6です。はい、谢谢呢。とサイズリフ2つ。像我这种不怎么挑食的人，当然是厨师长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，也不用选菜，简称我妈咖啡。第一个小菜是蛋黄配韭黄，真的就只有一小口，味道还没尝出来就已经吞了。这啥呀？然后这个是他们家解腻用的小菜，香菇白萝卜，这是一碗开胃用的黑胡椒鸡汤玉米糊，用鸡汤炖的特别鲜。虽然想厚着脸皮再要一碗，但是我不敢。然后千呼万唤始出来，一盘生肉端过来，生肉环节，这一盘的难度真的很大，里面有鸡胗、鸡肾、鸡心、鸡腿肉、鸡胸肉，哇，一夹鸡就要整整齐齐。先来浅尝一口鸡心。我仿佛继承了这个鸡生前的记忆。生肉嘛，谁没吃过？其实蘸一蘸酱油，味道还是没有那么恐怖。这个鸡肾我也吃了，那大妹无语。鸡肝其实还挺好吃的，细腻绵软，送进嘴里还有那种浓密的脂肪感。哇，鸡胗就不说了，在生内脏的衬托下，半熟鸡胸肉是多么的美好。果然吃生肉没有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。然后下一盘是个甜品，我的烧鸟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师傅把这个面包烤得特别脆，旁边这个配的是提拉米苏味道的花生酱，咖啡味的脆皮蜂蜜面包。再来一个
终于到了第一个串儿，白白胖胖的鸡胸肉，多汁弹滑的鸡胸肉，点缀一丢现磨的山葵，我又可以了。下去是青椒鸡心，果然还是熟的鸡心深得我心，炙烤之后的鸡心充斥着炭火味，吃起来还特别有嚼头，哇，甚至有那么一点川菜的味道，绝了！我以为我能认真吃肉的时候，不速之客来了啊！沙拉，内心是拒绝的，但是为了能活到150，还是吃一口吧。哦，真难吃。接下来这串金葱烧鸟，我的爱，他选的最粗的那种葱根，这串烤的外皮焦脆，内里肉汁充沛。今天的单压是不是有点多？肉里还有一丝嚼劲，趁热吃真的无敌了。再来一串银杏，外表金光，吃起来软糯。那咱们就是说，一口4颗就会翻车，压上瘾的这是无语。哇，来了串大的，烤紫苏鸡胸肉肉馅儿，这一串满满当当的肉馅儿，有点像过年家里调的纯肉饺子馅儿，用小鸡蛋、蛋黄液滑滑嫩嫩的包裹肉馅儿，会让口感更丰富，也让鸡胸肉的味道变得更鲜了。肉烤得来流油，就很适合配点蛋黄。假提灯，一口灯。一口肉，一菜两吃，我真有才，像爆珠哎！接着一盘炭烤豌豆，疑惑，它其实里面还是新鲜脆嫩的，还是保留着蔬菜的清甜，怎么突然很想念干煸四季豆？还是那个好吃。这串炭烤鸡翅是肉眼可见的油光发亮，它是把肉骨展开了，方便你啃，所以这串跟我脸一样大。来吧，果然还是鸡皮比较香，焦脆的鸡翅皮一进嘴就爆油，而且因为烤得很焦就不会腻，这个鸡皮反而和里面的肉一样有韧劲。这一块肉是最香的。然后上了一碗鸡蛋羹，上面是低温急速冷冻的鸡肝，它吃起来就像是鸡肝味的冰淇淋，真入口即化。吃到底部还有一块很嫩的鸡肉，还有鸡肝跟肉末，因为里面还加了芝士，莫名能吃到一股奶香味，好神奇的口感，今天的味觉新体验。然后是溏心鹌鹑蛋，神奇的是它的溏心是微热的，蛋液还微微泛甜。然后这个串特别怪，它是鸡的食道，有这么长，没吃过的东西还是挤一点柠檬，它吃起来像炸过的鹅肠，又脆又韧。它是在成都吃火锅会烫的那个贡菜。这一串是鸡的甲状腺，什么呀？怎么越吃越怪？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鸡油味的口香糖，反正我就是嚼不断。最后的主食极其的给力，鸡肉肉末饭，晃悠晃悠的温泉蛋。我们要把整碗饭和匀，送一口满满都是料的饭进嘴，无敌的满足。那个滑滑的蛋液包裹着颗粒分明的肉末，还有香米。它里面还有一点微甜的照烧酱。干完一碗饭，再来一碗超浓鸡汤，日渐圆润就是这么来的。总结一下这家店，果然食材原本的味道才是最美的。哇，突然上升了一个高度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伊2。很多人说这是日本最贵的一种鱼，叫日本鳗，贵是因为这种鳗鱼特别难养，以至于它的鱼苗和黄金差不多贵。但是这个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好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吃鳗鱼饭的日子。今天的风真的好大。这是我们上次去的那家百年老店，然后他们家翻新了一下，对，这是证据，还装上了自动门，感觉反而很怪。予約下の6です。6ですね。3名で。里面还是老样子，墙上贴着酒单，大厨在面前杀鱼，吃鱼不长胖，开始吧。跟居酒屋一样，香味给你上一碗小菠菜，这个还真的不够塞牙缝。然后他会在旁边放一个鹌鹑蛋配白萝卜泥，用来解腻的，好 man 啊！我以后就用这种猛男音调配音了。一般日本鳗鱼店会给你上的第一个菜都是鳗鱼骨，很酥很香脆。回锅薯片，感觉幸福和我只差一包6婆了。接着这个是盐烧鳗鱼，其实就是白烧。这种烧法对鳗鱼的新鲜度要求很高，因为它没加什么调料。旁边的那块就是蒲烧，但是这一块它会故意给你烤得很瘪，鱼皮烤得像薯片，越嚼越有鳗鱼的香味儿。旁边还有一坨生姜鳗鱼，生姜又酸又辣，吃起来像泡菜夹鳗鱼，挤一点小柠檬会更解腻。接着我们是2个串儿，它们都是鳗鱼皮做的串，但它们的区别是一个是肚子上面的皮，一个是鳗鱼背上的皮。这种颜色浅一点的就是肚皮肉，它的脂肪会很多，都看得到，所以它也更软嫩多汁一点。它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腻，背面的皮就是虽然油脆，但是又更加有韧劲，一咬它皮都展开了，感觉像是打了。接着是一串鳗鱼的脆骨，好像是那个鳗鱼背脊骨上面的那个肉，它的口感还挺神奇的，像烧鸟里面的烤鸡软骨，挤一点柠檬。但是你们想鳗鱼的脆骨能硬到哪儿去？它更像一层薄薄的骨头。我发现师傅的手就没有停过，我的嘴也没有停过。接下来该到鳗鱼的内脏了，它是鳗鱼肝和里脊肉2种不同的酱料，但是它们都很咸，一口咬下去就是内脏自带的微苦的味道，微苦的茶香味一下就漫出来了，吃烧鸟串的感觉。然后最后在上鳗鱼饭之前，还会最后给我们上几盘小菜，一点点薄盐烤出来的效果。然后一碗很袖珍的鳗杂，长得好像异性，经典时尚小鳗杂，这个一定要蘸酱油跟芥末，要不然巨腥。然后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等到了我们的主角，感觉开盖的瞬间我都想给他鼓个掌。我发现他家的做法是先烤后蒸，师傅说这样才能锁住鳗鱼最原始的鲜味。米饭的上面还会单独撒上一些酱汁，最后铺上一个迷之装饰。我点的是超小份，因为我真的吃不下了。开盖的第一个瞬间是炭火气味特别香，肉眼可见的鲜嫩程度，浓郁鲜甜的酱汁渗透到了鳗鱼的内部。哇，微甜的蒲烧鳗鱼，这个真的是下饭神器。一口鳗鱼，一口甜甜的米饭，胖就胖吧。这种有韧劲的鳗鱼肉真的是一种很珍贵的味道。我是一个大胖子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这么高啊！我的下巴在哪儿？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吗？啊，在这儿了。靠，还真的挺贵的。这个确定不是备孕的时候才要吃的菜吗？
哇，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中餐日做那个事儿？大概就是国内一家餐厅套用了在日本很流行的omakase的用餐形式，然后就引起了一些质疑的声音。但是吧，我想说，在日本这样的中餐厅真的巨多，主要是不仅没人质疑，反而喜欢它的人很多。我怎么感觉越看越像是菜的问题？所以我带着一颗强烈的探求心，今天找了家靠谱的来试一试。备孕的时候都没有吃这么丰富，毫不完。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入口了，是不是有一种钱没带够就出不来的感觉？すみません、予約したのレオです。这店感觉好高级好严肃，见到朋友才松了口气。然后我们点的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套餐，第一个是一个前菜拼盘，这菜叫富贵前菜莫里亚瓦塞，我感觉我妈妈肯定会很喜欢这个菜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这个是小米辣海带丝，配了一坨海螺肉。小米辣酱的海带就是特别酸爽，然后是一只醉虾，厨师已经帮你剥好了。我本来还有点忐忑那个酒的味道，但它其实只有一丁点的酒香，然后一小块肘子冻。不过好像开胃菜都没啥可说的，就是越吃越饿。我们直接看主菜吧，第一个菜感觉就是 C 位，佛跳墙，它真的太补了。是不是佛跳墙的用材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？我们这个打开第一个是鲍鱼，因为是炖的，所以能极大程度保留它的 Q 弹，嚼就完了。还有一个看起来品质还不错的海参。这个一口下去真的特别的鲜嫩多汁，就是一嘴巴弹嫩的胶质。然后我觉得今天最恐怖的是这个牛鞭，我就很好奇，你们那儿吃佛跳墙要放牛鞭吗？口感吃起来很像牛蹄筋，不过是炖的趴烂的那种。我还以为会有那种骚味呢。下一口挑战升级，牛蛋，牛蛋啊，为什么要念两遍？它的味道像毛肚，又像卤水鹅肝，就是内脏的味道，没有骚味了。最后感情深一口闷，喝一口佛跳墙的精华。这个汤足足熬了10个小时，那种浓稠的鲜味就是不一样，超补。胖了。接着是这个菜，鱼子酱松叶蟹。虽然这个搭配让我想起了那些吃不饱的法餐，但这一口吃进嘴里满满的蟹肉，这个分量肯定是中国菜，而且它下面一层还是蟹肉，这得多实诚。而且配上那个奶香味的酱不要太满足，这一口既有蟹肉本身的鲜甜，还有鱼子酱的咸香，就是满足。接着是一个点缀了春卷的狮子头，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狮子头好像还不太一样，特点是它里面可以爆汁，里面是一层肉肉的夹心。咱们就说这种大口吃肉的感觉真的很过瘾，细腻的肉泥和大坨的肉块混合在一起，甚至还有点像没有皮的饺子馅儿。接着这个是他们家的海胆盒子，我发现他们家的分量都好实在，它里面不光有海胆，还有海参，还有贝猪跟猪肉，好多肉啊！这么多食材都挤在一块儿，一口下去真的会爆汁。哇，这个菜我是真的很想外带几个回家。接着是一盘蟹黄菊花贝猪，淋了一勺满满的蟹黄膏的酱汁。贝猪还挺有嚼头的，贝猪的味道本身就很鲜，再加上那个蟹黄酱，甚至很想来一碗米饭。中餐嘛，怎么少得了鱼？我就很喜欢这种没有刺儿的石斑鱼，还是红烧的。石斑鱼的肉炖出来就是细腻紧致，酱汁是酸甜口的，有点像松鼠桂鱼那个味道，又有点像宫保鸡丁的酱汁，挺复杂。果然石斑鱼就是嫩。总之就是酸酸甜甜不腻人，特别适合年夜饭吃。其实到这儿这顿饭的分量已经特别足了。我们还有个硬菜，椰汁配孜然羊排，还是货真价实的椰子。这个烤羊排闻起来羊膻味特别重，但吃到嘴里却不怎么膻，反而因为羊的油脂在嘴巴里化开变得特别香。我们直接来啃吧。总之来说，今天这一顿就是10全大补，感觉回家不胖个3-5斤都是对不起厨师长。这种才叫我妈咖 C 嘛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好胀，凯维尔。上次在迪士尼买的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啊！听说日本环球影城最近又出了很多新的坑爹玩意儿，正好也刚看完《鬼灭之刃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连夜飞到了大阪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好了，明天见。你们知道在日本《鬼灭之刃》的周边有多难抢吗？我们早上6点钟起床，还要跟一群活力四射的高中生抢玩具。这合理吗？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耶，到迪士尼喽！果然，人类为了主题乐园都是可以不睡觉的，这合理吗？然后进园的第一站，我们就直接冲向了鬼灭的园区。毕竟现在排队排的最长的还是祢豆子，因为它是限量发售。中午来肯定就没了，真好看呀，家人们，它真的很精致啊！发现一只大狗子，好乖哦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来了这么多次环球影城，我都没穿过魔法袍。这个衣服的价格虽然真的很坑，但今天还是浅穿一下吧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进入正题，又到了补充能量的时候。最近呢还是我们的老地方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优质蛋白和优质淀粉。这个小面包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。然后旁边就是鬼灭的园区，先来买个铜锣烧，这个是善意被下弦打伤时候的样子，这个造型特别的蠢萌。它里面加的是一些栗子、炼乳、红豆，7分。然后排队到里面的话就可以买到些套餐，不过里面的主题还停留在无限列车篇，所以全都是大哥。大家看这个平平无奇的蛋糕，800块，它是那种又酸又甜的柠檬慕斯。大哥真的喜欢吃这个吗？感觉又被看到6分。这个应该是岩竹的剑吧？怎么感觉像那么像一支铅笔？但要说之前吃过最好吃的还是这个小黄人的面包，它里面是奶油蟹肉味，你们敢信？而且它又松软，馅儿又很多，好香啊！但其实我更推荐巧克力味的。对了，这一路下来看似花了很多钱，但我其实只花了1块钱。马里奥开的甜品店，这个店还是第一次来，这里面的装修还挺还原的，有点想要这个。这是一个蘑菇队长的饮料桶和一个马里奥的草莓奶油蛋糕，我绝不是因为它可爱才买的哈，但有一说一，这个蛋糕比迪士尼的好吃太多了。它里面这个是有夹心的，还有一杯路易吉的汽水，好酸，上面的香草冰淇淋才是本体。然后这个蘑菇队长其实是一个可乐桶，不是那个可乐桶。这家店整体不错，8分。我以后出去探店就用这个瓶子了。然
后在路边又看到一家没吃过的，它这个居然是一杯芝士烩饭。哇，逛主题乐园就是要吃这种优质碳水才行啊！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侏罗纪公园里面，以恐龙近亲为原材料的世界名菜，烤大鸡腿。大阪环球影城的第1名，大鸡腿子。刚才不是才说哈利波特吗？而且它那个烟熏的味道比隔壁家的香多了。然后最后我们再去马里奥的家里做客。我们现在有到吃马里奥的水。这个取餐牌第2次看到它还是觉得好可爱。你们有谁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？上一次没有点这个蘑菇头，这一次我们就把它脑浆都吸干。真的很好吃啊！这样快乐的一天又结束了。今天没吃多少，应该不会长胖。等一下，我今天是来干嘛的？阿宝宝。今天这碗小小的应该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偶牙裤冬了。我愿意给它取名就叫做提灯盖饭了。好多蛋液啊！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非常神秘的店啊，不愧是提灯仙人呀！这个串的精髓是拿捏的很准的。又到吃烧鸟的日子，但是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老朋友，他在日本千叶县。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繁华的，也不知道他这会儿下班了没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んにちは。对，换个手，换个手，其实我在嘉诚叔刚开这个店的时候就已经预约了，但由于实在太火爆，我们今天才约上。好了，不要那么多废话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じゃあお任せください。喝什么？コーラ。2つでお願いします。第一个菜就是最基本的葱煎鸡腿肉，鸡皮烤的特别香脆，葱根的回甘配上这个鸡皮的油香，快乐就从这儿开始吧。接下来是鸡心，我是特别喜欢鸡心里面包了很多油汤的那种，这一串就是你一咬下去，汁水就直接往你的喉咙里面流，这就是胆固醇带来的快感。接着就直接上我们的提灯了，这个灯拿上来就有个特点，就是后面卵巢部分的肉取的特别多，这样吃起来特别扎实，而且很有嚼劲。就是蛋液在你的嘴巴里面游荡的同时，你还可以慢慢品尝内脏的劲道。接下来是崩鸡里烤鸡屁股，它的味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坨很厚的鸡皮，这是固体脂肪，我还没有嚼，油就已经出来了，而且表皮上面的炭火香味特别浓，它就像那个一层薯片铺在那个肉上面，然后你连着薯片一起把它咬下去的感觉，但它真的吃一块就顶住了，实属太油了。师傅也很懂。下一串就是芥末鸡胸肉，这个就很清爽了，半熟鸡胸肉精髓就在生的和熟的你都可以吃到，上面加了一点点芥末，所以说小心啊。这种外熟里生的鸡腿肉会有一种很特别的 Q 弹感，可能这就是层次吧。接着是甜口的鸡肉团子，里边加的是磨碎了的脆骨，然后因为外面刷了一层甜酱，所以可以搭配一点萝卜。吃进去第一感觉就是萝卜清爽的甜味儿，还有甜酱和鸡油的甜味儿，你能清晰的感受到嘴巴里面有3种不同的甜味儿。然后接着是鸡的胃带，胃带吃起来其实很像鸡胗的连接处，就是菌巴子嘛，特别有嚼头，而且它里面是空心的，甚至嚼出了肥肠的感觉啊。接着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菜，鸡肝，这一串块头特别大，这个就是考验功力的时候到了。好久没有吃到过这么大的鸡肝了，很难形容那种内脏的甜味，直接给你们看里面吧。就是你说它是生的，它也不是生的，但这种炭火的化学反应就让它特别香。接着我们再来一个素菜，这种在日本卖的特别贵的小青椒，特点是气味很香，上面撒了一点鸡肉做的木鱼干，那还能叫木鱼干吗？银杏果那肯定也是不能忘的，炭烤的真的贼香。当你还想再吃点什么肉的时候，就很适合再来一串中翅，因为它最香又不占肚子。然后最后收尾的主食，嘉诚哥强烈推荐了我们这个鸡肉盖饭，那2个蛋就是提灯上面的灯，这一勺子里面有鸡腿肉、小鸡蛋，还有带甜酱的米饭，虽然它总共也就只有2勺的量，但每一勺的味道都巨丰富，这个太好吃了，厉害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可味。